大家好，我是睡前故事厅，欢迎来到睡前故事厅夜读节目。如果你喜欢听这些历史里的大白话，记得帮这部影片按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顺便在下面留个言说说你的看法。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大家都以为当皇帝最风光，想干嘛就干嘛，可你绝对想不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到了81岁那年，其实就是一个连觉都睡不好的可怜老太太。她手里捏着全天下人的生杀大权，身边却连一个能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最后只能靠找年轻小伙子来骗自己还没老。今天咱们就用大白话聊聊这位女强人卸下浓妆后最真实也最无奈的晚年生活。咱们把时间往回倒退几十年，武则天的老伴儿刚刚过世，那时候那种老伴儿走了的感觉，我想咱们很多台湾银发族朋友都能体会。不管家里有多少人，不管住在台北还是高雄的大房子里，不管退休金有多少，身边突然少了一个人，那种冷清是填不满的。有时候半夜醒来，习惯性往旁边一摸，结果摸到的是冰冷的床单，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真的能把人给逼疯。那时候的武则天虽然还不是真正的皇帝，但已经是实际掌权的人了，可她心里苦啊。她的亲生儿子们一个个都巴不得她早点把权力交出来，底下的大臣们也因为她是个女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每天都在算计她。他白天要在朝堂上装得特别强悍，跟那群老狐狸斗智斗勇，不能露出一丁点的软弱，哪怕心里再委屈，也只能硬生生把眼泪咽回肚子。因为只要他一低头，那些人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把他撕碎。到了晚上回到房间，看着镜子里自己慢慢变白的头发，看着眼角越来越深的皱纹，那种孤单和害怕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总觉得整个皇宫就像一个大冰窖，风从窗户缝里吹进来，吹得他骨头生疼。他需要一点温度，需要一个能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女人的依靠。他的生活里全都是算计，连亲生骨肉都不能相信。在这个冰冷的皇宫里，她就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想要找个人说说心里话都找不到。那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独居的老人家，儿女都在外地打拼，自己一个人守着空房子，连个可以讲讲话的人都没有，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熬着，连口热水都要自己烧。想找个人商量个事儿，拿起电话又怕打扰孩子们工作，只能默默把电话放下。那种心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在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卖药的小贩闯进了他的生活。这个人原本在洛阳城里靠卖大力丸混饭吃，他没有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长得牛高马大，身体特别结实，讲话也很大声，每天在街头上扯着嗓子喊，身上全是汗水和泥土的味道。他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也不知道什么是规矩，只知道怎么能吃饱饭，怎么能活得痛快。对于看惯了宫里那些文弱书生和规规矩矩太监的武则天来说，这个卖药的小贩就像一团火，直接烧进了他冰冷的心里。他身上有着市井小民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活力，这种原始的生命力是死气沉沉的皇宫里绝对找不到的。武则天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了活下去的力气，好像自己那颗快要干枯的心又重新跳动了起来。她不在乎这个人有没有文化，只在乎这个人能不能给她带来一点热乎气，哪怕这热乎气是很粗鲁的，是带着汗臭味的，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这就好比我们有些老人家平时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就喜欢去菜市场听那些小贩大声叫卖，
听那些大爷大妈为了几块钱讨价还价，哪怕吵吵闹闹的，心里也觉得踏实，觉得这才是活生生的人间烟火气。武则天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她太需要这种烟火气来驱散皇宫里的阴冷。但是宫里规矩多，总不能让一个卖药的随便进出后宫，那样的话外面的大臣肯定要骂翻天。就算武则天权力再大，也要顾及一点面子，毕竟老祖宗的规矩摆在那里。她虽然大权在握，但也怕那些读书人的笔杆子，那些文人骂起人来是不带脏字的，能把你祖宗八代都骂进去。于是武则天就想了一个办法，让这个卖药的去当和尚，因为那个时候和尚是可以进宫念经的，经常有高僧进宫给皇室祈福，这样就名正言顺了，谁也挑不出毛病来。武则天还给他改了个听起来很有学问的名字，让他穿上最华丽的袈裟，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大和尚。这个大和尚进宫后，确实让武则天开心了一阵子。他不懂什么大道理，也不会跟武则天讨论国家大事，他不会去烦心那些边疆打仗的事，也不会管哪里发了大水，他就会变着法子逗老太太开心，讲一些市井街头的大白话。那些市井里的荤段子和小笑话让武则天听得津津有味，每次听完都笑得合不拢嘴。他那粗鲁的样子，他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样子，反而让武则天觉得很真实，很放松，不用端着皇帝的架子，不用时刻提防着别人下毒。在这个大和尚面前，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需要陪伴的老太太。武则天为了给她面子，让她去负责修大庙，她也干得有声有色。她虽然没文化，但是有一把子力气，也会管人，带着几万个工人日夜赶工，硬是把一座特别豪华的大庙给建了起来。这大庙建得比山还要高，里面全都是金银财宝，佛像都是用纯金打的，太阳一照金光闪闪的，连几里地外都能看得见。那时候的大和尚风光得不得了，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群打手，在洛阳城里横着走，老百姓看到他都要躲得远远的，连当朝宰相的车队他都不让路，甚至还动手打人，把宰相的随从打得头破血流。宰相气得浑身发抖，跑到武则天面前哭诉，说这个和尚太不像话了，简直是目无法纪。武则天也就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大和尚几句，让他以后出门走别的门，不要跟宰相碰面，根本没有重罚。大和尚一看，女皇这么护着我，那我还怕谁呀？他以为自己是女皇的丈夫，脾气大得很，觉得全天下除了武则天，就是他最大，连皇子皇孙他都不放在眼里。其实在武则天眼里，他只是一个解闷的工具，是用来证明自己还有活力的一个摆设。武则天根本不在乎他在外面怎么嚣张，只要他不耽误自己的正事就好。就好像我们有些老人家养了一只很凶的看门狗，只要狗听自己的话，对自己摇尾巴，就算他在外面咬了别人，老人家也不太当回事，最多赔点医药费，心里还是偏袒自己的狗。只要这只狗能陪着自己解闷儿，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安全感就行。可是人啊，一旦有了权力，就容易看不清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个大和尚越来越过分，他不仅在外面得罪人，还开始干涉朝廷的事情，想要插手武则天的权力。他甚至在背后说武则天的坏话，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大庙是他修的，女皇能稳坐江山也有他的功劳，觉得武则天离不开他。武则天毕竟是个有头脑的女人，是在无数次政治斗争中活下来的胜利者，她那双眼睛看透了太多的人心。她需要的是陪伴，是一个听话的伴侣，不是一个给自己添乱的麻烦精，更不是一个想分她权力的野心家。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武则天的年纪越来越大，到了70多岁的时候，
他的身体开始出毛病了，骨头疼，关节酸，遇到下雨天更是浑身不舒服，像是有上万根针在骨头缝里扎一样，连下床都要人扶着。每天晚上膝盖疼得睡不着觉，只能靠宫女整夜的给他捶腿。我们老人家都知道，到了这个年纪，最怕的就是生病。身体一不舒服，脾气就不好，只想安安静静地躺着，不想听一点吵闹的声音，甚至连别人走路声音大一点都会觉得心烦。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大和尚那种吵吵闹闹的陪伴了。他觉得大和尚太吵了，嗓门太大，太不懂事了，动不动就在外面惹麻烦，跟这个大臣吵架，跟那个将军动手，让他这个老太太还要天天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给他擦屁股。他开始渐渐疏远这个大和尚，10天半个月都不见他一面，连大和尚送来的礼物他也懒得看一眼，直接让人扔到一边。大和尚发现武则天不理他了，心里特别不平衡。他这种街头混混出身的人，脑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他不懂皇帝的心思，不知道什么叫进退，他只觉得是别人抢了他的风头，觉得老太太抛弃了他。他气急败坏，整天在庙里发脾气，砸东西，骂骂咧咧。他觉得既然武则天不见他，他就要弄出点大动静，让武则天看看，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他居然一生气，在正月15看花灯那天，也是大家都在庆祝元宵节，满大街都是人的时候，把武则天花大钱修的那座大庙给一把火烧了。那天晚上风很大，火借风势，火光冲天，整个洛阳城的人都吓坏了，老百姓都跑出来看大火，把半个天空都照亮，简直就像是白天一样。木头烧断的声音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噼里啪啦的浓烟滚滚，遮天蔽日，烧焦的味道弥漫了整个京城。大家心里都想，这下完蛋了，女皇肯定要大发雷霆，肯定要杀很多人，甚至可能会牵连无数无辜的老百姓。因为那座大庙是武则天的面子，是她用来证明自己当皇帝是顺应天意，是老天爷安排的招牌。现在招牌被人砸了，换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武则天知道以后，表现得非常冷静，连眼泪都没掉一滴。她站在高处看着大火，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大风吹乱了她的白发，她只是很冷淡地说了一句：烧了就烧了吧，大不了再建一座就是几块木头的事情。她心里很清楚，大和尚这是在发脾气，是在向他示威，是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对他来说，这个工具已经坏了，不能用了，而且还失去了控制。一个失去控制的工具，留着只会是个祸害，只会让他这个皇帝成为全天下的笑柄。于是没过多久，他就叫人悄悄地把大和尚处理掉，没有经过什么大理寺的法院审判，也没有在大街上砍头示众。他不想把这件丑事闹得沸沸扬扬，他就是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在偏僻的角落里几棍子把他活活打死，那个人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然后拿破席子一卷，用一辆拉干水的破车拉出去扔了，就像扔掉一件破衣服或者一袋发臭的垃圾一样，一点感情都没有，连一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给他，留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感情其实是很脆弱的，根本不值一提。他当年能把他捧上天，让他享受荣华富贵，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就能把他踩进泥里，让他死得连条狗都不如。武则天处理完这件事儿，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第二天照常上朝，听大臣们汇报工作，脸色平静得让人害怕。这就是皇帝的冷酷，也是一个垂暮老人的无奈。他没有精力去谈情说爱了，他只想要安稳，
想要那种不费力气的陪伴，赶走了吵闹的大和尚，武则天身边换成了一个姓沈的医生。这个安排其实很符合一个老人的心思。经历过大起大落，经历过喧哗吵闹，老人家最后想要的就是一份平淡和贴心。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懂，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最缺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山珍海味，更不是什么甜言蜜语，而是一个能随时给你端一杯热水，帮你揉揉肩膀，听你抱怨几句身上哪里痛的人。这个姓沈的医生就是这样的人。他性格很温柔，脾气特别好，讲话轻声细语的，从来不顶嘴。哪怕武则天发脾气骂人，把药碗摔在地上，他也只是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然后默默地把地上的碎片打扫干净，再去重新熬一碗药端过来。武则天哪里不舒服，他就赶紧去翻医书，想尽各种办法熬药调理。下雨天，武则天风湿疼得睡不着觉，在床上直哼哼，心情烦躁得很。他就耐心地帮他按摩腿部，用热毛巾敷在他的关节上，一边按一边轻声安慰，说一些宽心的话，告诉他这只是天气原因，过2天就会好的。那种热乎乎的感觉顺着皮肤传到骨头里，让武则天觉得蛮窝心的，就像干裂的土地遇到了一场春雨，舒服极了。她不需要再去征服谁，不需要再去假装自己很强壮，在这个温柔的医生面前，她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承认自己老了，承认自己病了。她只需要有人安静地陪在旁边，听她碎碎念，跟她唠唠家常，说说年轻时候在感业寺当尼姑时的苦日子，说说刚进宫时怎么被别人欺负，哪怕是说了100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这个医生也会很耐心地听着，还时不时地点头回应，从来不打断他。这个医生从来不争不抢，安安分分做好自己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从来不管外面的事情，也不要什么大官做。别的官员为了讨好女皇，想通过他走后门，给他送大把的银子和古董，他也不收，全都退回去。他就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老太太，尽自己的本分。这种平平淡淡的陪伴，反而是武则天当时最需要的一剂良药，让她能在充满阴谋诡计的皇宫里找到一个可以稍微喘口气的角落，不用防备别人算计她，不用担心喝下去的水里有毒。那段日子，武则天的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脾气也好了很多，不再动不动就杀人了。她觉得也许自己剩下的日子就可以这样安安稳稳地度过了，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比什么都强。但是人的命就是这么无奈，你越是想留住什么，就越是留不住，连皇帝也不例外。阎王爷要收人的时候，才不管你是不是皇帝的心头肉。这个医生自己年纪也大了，本来身体就不是很硬朗，常年在宫里伺候人，每天担惊受怕，伴君如伴虎，生怕哪一天熬错了，一副药就掉了脑袋。他劳心劳力，白天要看病熬药，晚上还要守夜，一刻也不敢合眼，身体也慢慢扛不住了，精气神一点点的耗尽了。加上他本身也不是什么强壮的人，就是个文弱的读书人。没过多久，这个温柔的医生也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很快就过世了。武则天看着医生冷下去的尸体，看着那个总是对自己笑得温和的脸庞，再也睁不开眼睛，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走了一块肉。这一下武则天又变回了孤家寡人，没有人给她熬药，没有人给她揉腿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时候的她已经快80岁，80岁啊，这是一个大坎。走到了这个年纪，身体的各种器官都在退化，每一天都在提醒你，你老了，你快不行了，你离那边的世界越来越近了。他的听力越来越差，有时候连打雷的声音都听不清楚。大臣们汇报工作，
他要凑得很近才能听见，有时候听不清还得让人家扯着嗓子重复好几遍，这让一向强势习惯掌控一切的他感到非常挫败，觉得自己很没用。他的牙齿开始掉，吃东西也没有以前那么香了。以前爱吃的山珍海味，什么烤羊肉、炖鹿肉，现在都嚼不动了，一咬就牙床疼，只能喝点烂烂的粥，吃点软烂的豆腐，连饭量都变得像小猫一样小。他的眼睛也看不太清楚，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像是隔着一层雾，看奏折都得让人大声念给他听，甚至连站在面前的人是谁都要凑近了才能认出来。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他每天看着自己的双手，那双曾经握着玉玺指点江山的手，现在布满了难看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老人斑，皮肤变得像枯树皮一样，又松又皱，轻轻一扯就能拉起老高一层皮，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光泽和弹性，腿脚也没有力气，走几步路就喘得厉害，上个台阶都要2、3个人搀扶着他，心里那种对死亡的恐惧越来越深，像一团黑影一样压在他的心头。每天晚上睡觉都怕自己明天早上醒不过来。他打败了所有的政敌，把那些不可一世的老臣都赶出了朝廷，打败了自己的儿子，把他们一个个收拾得服服帖帖。他踩着无数人的白骨，趟过血河，爬上了权力的顶峰，拥有了全天下，一句话就能让1000万人掉脑袋，却打不过时间这个最无情的敌人。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管你是乞丐还是皇帝。他开始害怕自己变丑，女人天生爱美，武则天也不例外。他害怕自己失去控制力，害怕有一天自己闭上眼睛就再也睁不开，害怕自己苦心经营的大唐江山落入别人的手里，被别人糟蹋。他觉得时间就像一把生锈的钝刀，一刀一刀慢慢割走他的青春和权利，让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衰弱下去。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是我们普通人很难体会的。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为了让自己觉得还能活很久，为了掩盖自己已经衰老的事实，不让那些大臣看出他的虚弱，武则天的女儿给他送来了2个长得非常好看的年轻小伙子，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张家兄弟。这2个年轻人长得白白净净，皮肤比女孩子还要好，吹弹可破。他们走起路来像是在飘，身段柔软，眉眼之间全是风情，会抛媚眼，会说好听的话，就像画里走出来的神仙一样，一点凡间烟火气都没有。他们每天穿戴得漂漂亮亮的，衣服上一尘不染，身上熏着名贵的香料，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一阵香气。他们在武则天面前吹笛子、唱歌、讲笑话，变着花样的哄老太太开心。他们用最甜的嘴说着最假的话，把武则天夸得像天仙下凡一样，说她万寿无疆，永远年轻漂亮。武则天看着他们充满胶原蛋白的脸庞，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也好像看到了永远不会变老的希望。她开始拼命地打扮自己，每天在脸上涂很厚的粉，一层又一层，想要把那些深深的皱纹填平，哪怕天气热的时候粉掉下来，都在所不惜。她戴上华丽的假发，插满金银首饰，穿上颜色非常鲜艳的只有年轻小姑娘才会穿的衣服，跟着这2个年轻人一起，每天在宫殿里搞些排场。他甚至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养了一群像他们一样漂亮的小伙子，每天陪着他饮酒作乐，假装自己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假装死神还离他很远，假装自己还能再活500年。这2个年轻人很聪明，他们看透了老太太的心思，他们知道老太太怕死，就天天给她弄一些据说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那些仙丹是用什么朱砂、水银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草药炼出来的。道士们在炉子里烧个749天，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有毒的，重金属吃多了对身体反而不好，甚至会让人精神错乱。武则天是个聪明人，她明知道那些药可能没用，吃下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甚至有时候吃完还会觉得肚子疼、头晕眼花，但她就是愿意相信，她强迫自己去相信，因为除了相信这个，她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她需要一根救命稻草，哪怕这根稻草是假的。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台湾有些老人家生病了，不去大医院看正规的医生，觉得西药伤胃，觉得在医院排队挂号太麻烦，非要去听那些地下电台的广播，去买那些推销的昂贵保健食品一样。主持人说的天花乱坠，说吃了能包治百病，能长命百岁，老人家就大把大把的掏退休金去买。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吃几个药丸哪里能真返老还童？高血压、糖尿病也不是吃点保健品就能好的，这是科学常识。可是老人家买的不过就是一个心理安慰，花钱买个希望罢了，觉得只要还在吃药，这病就有治好的可能。武则天也是一样，她用绝对的权力把这两个小伙子留在身边，给他们最高级的待遇，赏赐给他们无数的金银财宝，就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一个还不老的幻觉。只要每天还能看到这两张年轻的脸，他就觉得自己也沾染了年轻的气息。但是这种幻觉是有代价的，是非常沉重的，甚至要赔上整个国家的代价。这两个年轻人仗着武则天的宠爱，觉得有了这把巨大的保护伞，胆子越来越大。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在后宫里唱歌跳舞当小白脸，他们开始插手朝廷的事情，把国家大事当成过家家的儿戏。他们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他们卖官司爵，只要谁给他们送钱，送的金银珠宝够多，谁在他们面前磕头磕得响，说他们好话，哪怕是个大字不识的草包，是个地痞流氓，他们也照样给谁升官发财，让他们当大官去管理老百姓。而谁要是敢多说一句，敢批评他们伤风败俗，哪怕是为国家立过大功的将军，哪怕是满腹经纶的宰相，他们就在老太太面前告黑状，颠倒是非，无中生有，说那个人要造反，说那个人诅咒老太太早死，让老太太一怒之下把那个人流放或者杀头，抄家灭族。很多忠心耿耿的老臣都看不下去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冒着生命危险，抬着棺材跑到武则天面前去告状，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痛哭流涕，头都磕破了。他们哭着说，这两个小伙子在外面胡作非为，收受贿赂，败坏朝廷的名声，弄得民不聊生，迟早要毁了大唐的江山。恳请皇上为了江山社稷，把他们杀掉以平民愤。但是武则天这个时候已经老糊涂了，或者说她是不愿意清醒过来。她不想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想承认自己选错了人，不想承认自己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更不想失去这最后的一点安慰。谁要是敢动这两个小伙子，就是要了他的老命。他每天躲在自己深幽的长生殿里，门窗紧闭，里面点着浓浓的香，不仅是为了好闻营造一种神仙境界，更是为了掩盖他身上因为衰老和生病而散发出来的浓重的老人味儿和药味儿。他不见外面的人，不见那些整天只知道劝谏，只会说不好听话的大臣，觉得他们只会给自己添堵，所有的消息都由这两个年轻人传达，外面的奏折也要经过他们筛选，所有的圣旨也都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他们说怎么拟旨就怎么拟旨。武则天就像被关在一个华丽的巨大的笼子里，眼睛被蒙住了，耳朵也被堵住了。他只能看到这两个小伙子想让他看到的，只能听到这两个小伙子想让他听到的，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经乱成什么样了。
他以为天下太平，以为老百姓都过着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以为大家都在歌颂他的功德，感激他的恩情，沉浸在虚假的太平盛世里。其实外面早就怨声载道，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随便欺压百姓，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卖儿卖女流离失所。这两个年轻人就像是两条贪婪的寄生虫一样，紧紧地吸附在武则天这个快要枯萎的大树上，拼命地吸着。整个国家的血也慢慢耗尽了武则天一辈子积累下来的最后一点威信和尊严。那些以前怕他怕得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的大臣们，现在看到国家被两个一无是处的毛头小子乱搞，皇室的尊严被踩在脚底下肆意摩擦，心里的愤怒已经慢慢超过了对女皇的恐惧。他们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国家就完了，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们开始在私底下秘密串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着蜡烛商量对策，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时间到了公元705年的冬天，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鹅毛大雪连续下了好几天，整个洛阳城都被白雪覆盖了，白茫茫的一片，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滴水成冰。神都洛阳的皇宫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闷热，连平时在宫里叽叽喳喳的太监宫女都不敢大声说话。武则天病得很重，只能躺在床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每天只能靠人一勺一勺的喂水喂药，呼吸也变得很微弱，像游丝一样随时都可能断掉。整个宫殿里弥漫着浓浓的药味和难闻的苦味，夹杂着过分的香料味，闻起来让人作呕。外面的大雪把所有的声音都盖住了，长生殿里死气沉沉的，就像一座活死人墓。朝廷里的那些老臣们，眼看着国家就要毁在这两个小伙子手里，他们知道老太太一旦咽了气，这两个小伙子肯定会假传圣旨篡夺皇位，或者大开杀戒，到时候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整个李唐王朝也要彻底覆灭。他们终于忍不住了，为了保住国家，也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几位80多岁的老头子，平时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需要小厮在旁边搀扶着，上个台阶都要喘半天。那一刻，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挺直了腰板，眼神里充满了杀气和决绝。他们早早地联络好了，将军拿着刀，带着全副武装的宫里禁军，在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最黑暗也是最冷的时候，趁着这两个小伙子在偏殿里睡觉没有防备，踩着厚厚的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脚踹开了大门，冲进了武则天的长生殿。他们当着老太太的面，就在外面的走廊上，像是一群愤怒的狮子，没有听那两个小伙子的求饶，没有给他们任何辩解的机会，没有一点犹豫，手起刀落，把那两个平时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现在却吓得浑身发抖、尿裤子的年轻小伙子给杀了。刀光一闪，那两个长得像神仙一样的小伙子，平时连手指头都不舍得弄脏的男人，就倒在了血泊中，脑袋滚到了一边，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鲜血溅了一地，顺着汉白玉的台阶流了下来，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特别刺眼，甚至溅到了武则天寝宫的门帘上，染红了那华丽的苏绣丝绸。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冲散了屋子里的药香。大家拿着带血的刀冲进房间，虽然人多势众，手里拿着武器，但心里其实都很害怕，连手都在控制不住的发抖。他们以为老太太会被外面的惨叫声惊醒，会吓得大叫，会气得浑身发抖，会大声斥责他们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甚至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拿出皇帝的威严，下令让外面的禁军把他们全部处死，诛灭九族。毕竟他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让天下人都害怕的武则天啊！但是武则天没有，
她没有像一般的农村老太太那样哭天抢地，她活了81岁，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年轻的时候跟着唐太宗南征北战，见过死人，见过流血。中年的时候跟满朝文武斗智斗勇，把长孙无忌那样的大人物都逼得自杀。亲生骨肉的背叛他都经历过，亲手杀过自己的孩子。眼前的这点阵仗，这几把带血的刀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他只是在宫女的搀扶下，很平静地坐在床上，靠着软绵绵的枕头，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些全副武装，拿着刀喘着粗气的男人。他的眼神里没有惊慌，没有愤怒，甚至连一点惊讶都没有，就像是在看着一场早就排练好的戏码终于上演了一样，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疲惫，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而已。他用很微弱的，因为生病而有些沙哑的声音，淡淡地问了一句：那2个小子都死了吗？带头的老陈紧张地点了点头，头上的冷汗都冒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流，连大气都不敢出。武则天叹了一口气，那一声叹息在空荡荡的宫殿里回荡，包含了太多的东西，有对青春的留恋，有对权力的不舍，也有对命运的妥协。他没有发火，也没有哭闹。他对带头的老陈说：既然事情办完了，除掉了你们想除掉的人，你们就回去休息吧。外面天冷，别冻坏了身子。这几句话听起来平平淡淡，就像在跟老邻居拉家常一样，像是在嘱咐几个晚辈，却充满了心酸和无奈。他知道自己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自己手里握了一辈子的权力，那至高无上的皇权在这一刻已经随着那2个小伙子的死灰飞烟灭。那2个年轻人的死，不仅是除掉了2个贪官，更是打破了他不想变老的最后一场梦。他再也没有理由骗自己了，也没有人再会变着法子哄他开心了。他必须直面残酷的衰老和死亡。那些带兵的老臣们本来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就算死也要把国家抢回来，就算被女皇满门抄斩也在所不惜。没想到女皇居然这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在这一刻，他们心里的恨意突然消散了许多。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被推翻的曾经冷酷无情的皇帝，更是一个可怜的风烛残年的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母亲，一个被时间彻底打败的老人。政变之后，大局已定，他被迫把皇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唐中宗李显。虽然名义上大家还是尊奉他，给他上了尊号，逢年过节也会去磕头，但其实就是变相的软禁。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自己搬到了一个冷清的、离权力中心很远的上阳宫里去养老。身边的人都换成了新的面孔，都是儿子派来监视他的人。失去了权力的武则天老得非常快，几乎是一天一个样子。以前有皇权撑着，他必须保持威严，现在曾经支撑着他的那股精气神散了，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皮肉松弛地干瘪了下去。他不再化妆了，不再让人每天花几个小时往脸上涂那些厚厚的粉了，也不再染头发了，任凭满头白发像枯草一样散乱着。那些鲜艳好看的、绣着凤凰的衣服也都收了起来，换上了朴素的灰暗的旧衣服。她彻底变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行动迟缓，连吃饭都要人喂，连话都不怎么想说了，一整天也说不了一句话，每天只能坐在窗户边，看着外面的落叶被风吹起又落下，看着天空中的大雁飞过发呆，回想着自己这一生的大起大落。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回想自己这一辈子。他争抢了一生，从一个才人一步步爬到了皇后的位置，又从皇后变成了皇帝，斗垮了无数的人，连自己的亲姐姐、亲侄女都下了狠手。
不留一点情面，把那些反对他的大臣杀得血流成河。酷吏当道的那几年，多少人家破人亡，最后连自己最亲的儿子都防着他，母子之间就像仇人一样互相猜忌。到现在，权力和地位都没留住，死不带去，身边连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都没有。生病了，只有太监宫女例行公事的伺候，没有一点人情味儿，连口想吃的热汤面都没人给他做。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在临终前，他交代下去，留下了遗言，死后不要叫他皇帝，他要放弃这个用一辈子心血，甚至沾满了无数人鲜血换来的全天下独一份的头衔。他要以妻子的身份，以一个普通李家媳妇儿的身份，安安静静地葬在丈夫的旁边，也就是唐高宗李治的乾陵。他争强好胜了一辈子，把男人踩在脚底下，一辈子想要证明女人也能当皇帝，也能治理好国家。最后在死亡面前，终于放下了这所有的执念，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他甚至没有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一个字，这在历代皇帝哪怕是普通百姓的坟墓里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就留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一块巨大无比的无字碑，这么立在天地之间，立在风雨之中，任凭风吹日晒。他把所有的评价都留给了后人，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说我残忍也好，说我伟大也罢，说我淫荡也好，说我圣明也罢。老太婆，我累了，我不想争了，我不管了，我只想要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睡一觉，永远不要醒来。睡前故事听，觉得这也许是他最聪明也是最通透的地方。人活一辈子，最后图个什么呢？拼死拼活的干，还不就是求个心安理得，求个晚年安稳。到了最后，闭眼的那一刻，什么江山社稷，什么金银财宝，什么名利地位，什么别墅跑车，全都是带不走的，就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就没了。最后能带走的只有一身病痛和满心的遗憾。武则天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比男人强，但在生命的最后，她选择了和解，跟时间和解，接受了自己会老会死的事实，跟自己和解，放下了那些原本就不属于她的东西。她明白了，亲情和安宁才是人走到最后最渴望的东西。那些外在的虚名，其实都是压在身上的负担。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能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把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的，多出去走走，去公园散散步，去菜市场逛逛，别总一个人闷在家里胡思乱想，钻牛角尖儿。身体健康，能吃能睡，心里没负担，才是咱们老人家最大的福气。多给老伴儿倒杯水，年轻时候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多跟孩子们通个电话，哪怕只是问问吃饱了没有，别总指望着他们天天陪在身边，平平淡淡才是真。不要去争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活在当下最重要。我们下部影片见。